从哪个方向来的？应该是正前方的树林吧。哎，曹国舅不是在那边警戒吗？不会凶多吉少了吧？来了！还有几个来？5个、4个、3个、2个，没了！快跑！ずるい中国人め。艦！はい。負傷者はゲリスーだ。全員引き続き追いかけるんだ。はい。菜头，快跑！散开，散开！阿拉里，辛迪啦！掩护！豆子，豆子，豆子，豆子！
全員聞け。分散して追え。分散して追え。続けて追うんだ。是米叶了。军医，老头子，快，刀子受伤了！哎呦我的，老头子，快点，咋的了？刀子怎么样？背部中弹了。哎，我说，你赶快把绷带给我拿过来呀！队长，队长，三头防线干掉鬼子大部分兵力，现在还剩10几个人。刀怎么了？他受伤了，照顾好他。队长，鬼子来了！走。手榴弾。全員聞け。包囲するんだ。放下！絶対。这血怎么止不住啊？你这忍着点吧。老草包，拿着。哎呦我天，你还管他干啥？这我先帮你抽着吧，到时候再还给你。老草包，如果我死了，照顾好队长，一定要替我爹娘报仇，听到没有？你托付我的事儿太大了，我一个人干不了，还是你自己干吧。刀子，你坚持住，没事的。队长，他的背部中弹了，不能乱动。队长，还死不了。军医，刀子他还有救吗？背部没有致命器官，能不能挺下来，就看刀子自己能不能扛了。神尾君、戦いはもう終わったのかな。どうやら無駄足みたいだな。なぜ模擬支援をしなかったんだ。俺たちを見殺しにする気か。今朝6時に始めると決めたじゃないか。始めと言ったのが聞こえなかったのか。
聞こえた。ではなぜ発砲しなかったんだ。神尾隊員の手柄は俺には取れないからな。死にたくないならどいてくれ。準備はできたか。できました。撃て。长毛子还活着吗？啊，我没事。好，队长，这玩意儿挡子弹可以，挡炮弹挡不住啊！这帮兔崽子，他们还没完没了了。这是鬼子70毫米山炮，威力非常大，跟刚才根本就不是一波啊！方阔，你让古斯卡带着他们的族人先撤，我们掩护。好，古斯卡，撤！走，走。队长，这帮鬼子火力太猛，顶不住多久。队长，撤吧！大牛，手里掩护。是，九六刀。队长，我掩护。撤！走。撤！嘿，哈巴欧，嘿，哈巴，嘿，哈巴欧，嘿，belok kita le, dede bu.军医，老草包，军医，军医。军医，你没事吧？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刀子呢？啊？刀子，队长，刀子把心愿石交给了我。他让我们好好的照顾你。
你带着我们，给他的父母报仇。他现在人呢？一个炸弹飞过来，把我们俩都给炸飞。都怪我，都怪我，我没照顾好刀子，我没照顾好他，我没照顾好他，我没照顾好他。你怎么不早说？有种就给我回去救人！他不许去！就算今天刀子真的死了，我也要把他尸体背回来。站住！你们以为我就不想救刀子吗？啊！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想救刀子。可是鬼子有多少人？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回去只会白白的送死。我不想再看到我们小分队再少一个人了。队长，我是队长，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离开这里。队长，曹国舅，你个王八蛋，你死到哪儿去了啊？你平时不吭声，鬼子来了你还不吭声？要不是你，刀子也不会死，刀子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我刀子！你以为我会炸？大战哪有不死人的？怕死的，怕死人就别来呀！撤！撤！队长，行了，大家原地休息。休息。拿吧。如把路打雷抓起来。哎呀，真窝囊！不仅没把鬼子给甩掉，还把刀子的命给搭进去了。是不是我们低估了鬼子的跟踪能力啊？我们走过的地方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痕迹，想跟踪我们没那么难。帮国，那你的意思是，就是鬼子很有可能还在我们身后跟着？非常有可能。那要这么说，咱们还得赶紧走。这会儿歇得挺痛快，待会儿鬼子戳咱们屁股就麻烦了。你就能保证我们前面没有鬼子的埋伏？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不应该贸然行动吧？王思茂说的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做点什么。队长，那现在该怎么办？这样吧，对周围进行侦查，避免误打误撞。可是我们对这周围不熟啊，要不然让古斯卡帮忙。老嫂，今晚都被都端门嘞。ဟုတ်ပါတယ်။ဘယ်လောက်ဝေးသွားရအောင်မလဲ။ငါတို့ဘူးဖွားနေတဲ့တောထဲကထွက်သွားရအောင်မလား။ ငါလည်းမတီးဘူး။ညီတို့စိတ်ချပါ။ငါတို့တီးတော့တာပဲ။တီးတော့ငါတို့ကမလို့ဘူး။不是看，如果把路打雷抓起来。
ပြီးနောက်ငါတို့ဘယ်လိုလုပ်ရမလဲ？古斯卡，你能够带着我们的人侦查一下周围吗？侦查。好。好，王思茂，你跟古斯卡对周围进行侦查。是。快去快回。放心吧。嗯。你小心点。好。報告、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全員そのまま待て。2時間後に出発。警戒しろ。絶対に油断するな。はい。他现在心里肯定特别难受。那还用说，刀子跟队长的时间最长，他们俩的感情最深了。都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小刀子，也怪我暴露的太早了。你们现在说这句话顶个屁用！叶人山，队长，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军令状都跟我签了，难道想反悔吗？队长，虽然这次我们死定了，但是我决定跟你们死在一起。何を考えてるんだ。バカ野郎、全員吹っ飛ばす気か。はい。
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我们的任务是来侦查。如果你想报仇的话，我答应你，一定会有机会的。先跟我回去，好吗？走吧。在鬼子的营地里有5个帐篷，如果没猜错的话，其中一个就是鬼子的军火库。队长，你什么想法？我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一是继续前进，忘记昨晚发生的事情；二是我们占主动，干掉那帮鬼子，替刀子还有牺牲的土著人报仇。必须把这帮小鬼子一锅端了。同意，弄死他们，给刀子报仇。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这光说不练似的。当然干，还能输给这个老草包？跟鬼子打，我没意见。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我们准备战斗。是。이놈 룰루야물레。好。队长，这他熟悉树林，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队长，那我们现在怎么打？鬼子自以为很强大，我们要利用他们这种心理，麻痹他们。示敌以弱。没错，示敌以弱。我们要分散鬼子的注意力，一口气端掉他们。队长，我们大伙儿都没意见，你安排任务吧。好，赵半阔，你和古斯卡负责把部分鬼子的兵力引出来。长毛，你负责布雷，让他们有去无回。嗯。王司马、曹国炯、军医，你们负责在另一侧把剩余的鬼子的兵力引开。大牛，你趁机换上鬼子的衣服，潜入营地，布置炸药。明白。大牛，你有把握吗？到底行不行？怎么不行？你一会儿把炸弹全都归置好了，我进去3下5除2就安好了，多简单呐！你小心点儿，别把自己给炸飞了。呸！你信不信我撕了你张乌鸦嘴？大牛，你有把握吗？有把握，队长。这跟着你打仗，你说东我不敢往西，你说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哎呦，瞧你那色迷心窍的样儿！张毛子，我就色迷心窍了，怎么了你？行了，别贫了，大家开始准备吧。報告します。何事だ。駐屯地に潜入した2人の不審者を発見しました。2人か。何者か見たか。服装から見ると先住民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いや、先住民にしては腕が良すぎる。きっと目的になってる正体が現れた。しかも人数は多くない。一部は弾薬を見張ってろ。他はついてこい。はい。
队长，都准备好了，这是引爆器。大牛，看你的了，一定要小心，放完炸药迅速回来，一定要逃离危险区，要是太近了，必死无疑。明白。何をしている？さっさと増援に行け！曹国舅，把大牛那两个鬼子干掉！嗨，国舅爷，你怎么这个时候掉链子？你这。曹国舅，鬼子的拆引线，快把他干掉！你受伤了，怎么样？被子弹打透了，死不了。准备引爆。奶奶的，被割断！队长，是大炮，就是这些大炮。在村子里，我们就是吃了这些大炮的亏。如果不把大炮干掉，我们就完了。我去把线接过来。哎，不许去！你现在回去，等于白白送死。廖一峰。啊！大牛。给我活下去！大牛，大牛，笨蛋，你给我回来！
气儿断了。神尾君、説明してくれ。進行する最中に砲撃の支援をもらえなかったから勝機を逃す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攻撃時間を変更しなかったらとっくに一網打尽にできていた。彼らの協力があれば。言い訳するな。手柄を独占するからだ。今回の失敗はお前の責任だ。これ以上は恥をかくな。でないと今までを大佐に報告する。出て行け。我们要走了，祝福你们尽快恢复你们的家园。是呀，大贵悲美。好，刀子。以前每次都是刀子开路，然后大牛殿后，可是现在他们两个都……出发！我你明白呗？我都嘟那样吗？库斯卡，我要去打鬼子，必须离开。老板们，我都嘟那样吗嘞？你爱几个啥？咦，我你那来没？这样可热闹了。走。你终于醒了。这里是国民党的第3十6师。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来这里之前，便接到了
我军第36师进入腾冲，接替伊维尔市防务的消息。而离腾冲最近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只有36师的驻地了。你分析得很正确。那你又是什么人？中国人。中国人？你是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我只是你的中国医生。谢谢你。我真以为我会在那边死。反正很庆幸你们会营救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士兵。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是吗？那我也很好奇，你是如何知道的？据我所知，你是日军从野人山押回来的美军俘虏。野人山并不是你们美军的战区，你们去那里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甚至对中方都隐瞒了你们的行踪。这么看来，能出现在那里的美军士兵一定不是普通的士兵。有可能。你们去野人山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对不起，虽然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也很感谢二位，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跟你们美国人不是盟军吗？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卓燕，你别着急。现在我需要与上级取得联系，请你们帮忙。情况我已经汇报上去了，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来。好了，好，非常感谢。大小姐，边医生，我刚接到命令，要把他转移。你们要把他转移到哪里啊？对不起，大小姐，我只知道这个人特别重要，上峰交代了，对他要严密看护。很多事情他还没有说呢。卓燕，他不是犯人，在这儿也不安全，离开也好。哎，长官，我能再跟这边这2位医生私下说几句话吗？好，啊，谢谢。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们。什么事儿？在日军牢房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他们提到了野人山。他们知道你们也派了人进入野人山。怎么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小分队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应该知道。对，小分队中有他们的人。はい、ここです。敵陣に潜入した者が印を残した。小分队里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怎么可能有日本人的内奸啊？哎，我只是把我所听到的事情就告诉你们了。至于这件事情的真和假，就需要你们尽快调查清楚。保重。保重。谢谢。好了，长官，可以走了。赶快通知他们。
小分队有消息吗？信号中断了，联系不上。他们不会已经被日本人……卓言，不要瞎想，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他们也许进入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别忘记了，他们个个都是出色的军人。是啊，没想到都是中国军人，经过层层筛选，竟然会出内奸。师座，当务之急，必须把内奸找出来。看看吧。为什么只有7个人？这7个人是36师的，而廖一方是由军部直接派来的，刀子是他带过来的人。好，就从这7个人开始查。不，16个人。半阔不会的，我了解他。小分队最后一次发来急电，说草三已经牺牲。那只剩下5个人了。我会让刘副官立刻去调查。我现在回腾冲，打探一下情况，说不定神尾一郎那边，我能听到一些什么消息呢？还有，我可以查一下这些队员在腾冲干过的事情，接触过的人。谢谢你，师座，这句话见外了。好，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们共产党没有关系。师座，你别忘了，抗日是中国人共同的事情，不分党派，不分民族。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哎，院长，你写这么多人，那都是谁啊？这是国民党派进野人山执行任务小分队的名单，他们其中有1个人是奸细，我希望能把他找出来。我看过他们的资料，王思茂擅长通信工作和颇易密电，他很有可能和日本人联系。尤金，绰号长毛，爆破专家。他能够拆卸各种地雷，布雷也是一把好手。他在女人身上犯过3次错误。好色的男人往往没有底线，很容易被收买。曹正队，绰号曹国舅，狙击手。隐忍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缺点。我们就从这3个人开始查。明白，那我就去军营先摸摸那个长毛的底细。好。卓言，王思茂家里以前是经商的，这块你比较了解，交给你了。好的。大乔，你去西郊一趟，那边有个比较大的曹氏家族，曹国舅就从那里来，你去查一下。好，我这就出发。队长，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队伍里有内鬼的事情吗？是啊，现在曹三儿、刀子，还有大牛，应该已经排除怀疑了吧？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就损失了3个兄弟，这个内鬼真是太可恨了。那你说，内鬼是谁？我怀疑是曹国舅。在土著村子里警戒的时候，他突然消失了，这非常值得怀疑。我觉得是他，导致了刀子和大牛的死。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万一只是巧合，还不能排除其他人。1次是偶然，2次是巧合，第3次一定是人为。难道你不怀疑吗？要不我们试探试探。蛇，不是你喝完蛇血，你是有劲儿没地儿使，闲的吗？你是？
准备吃饭，然后继续赶路。队长，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啊？去那片刻字的树林。哎，不是，这不是往小鬼子的怀里扎吗？如果不继续往前走，我们如何完成任务？而且，我们刚刚跟那帮鬼子大干一场，他们肯定会继续追着我们走的，所以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往回走。旗杆上拿大鼎，你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都不饿是吗？那继续赶路吧。饿？谁说不饿？曹国舅，你去警戒。是。你们3个去找点吃的。是。好，找吃的喽。原始森林里的鱼，怎么比猴还轻啊？以前看刀子那小子抓鱼挺轻松的，怎么轮到老子这么难？你这吵什么玩意儿？你再吵，你们鱼全让你吓跑了。哎，刀子，以前娘们干的活都是你的事儿，现在你偷懒先走一步，那老子就得替你把这活干好，怎么也不能丢你的脸。谁？谁？出来！是我。哎，什么情况？我们被菜头吓了一跳。没事儿，我就过来帮帮忙。你帮忙就帮呗，干嘛像扒小寡妇窗户，鬼鬼祟祟的？你这不做亏心事，怎么还怕鬼敲门啊？老子怕小鬼子敲门。哼！你干啥？菜头，你就别傻仗，你赶紧帮忙吧！你要不中午吃什么？你说？我跟你讲啊，这插鱼讲究的是稳、准、狠，看好了啊！耶，有了！哎，怎么样？还真行啊你啊！想浑水摸鱼啊，没那么容易。哎，来，我也是。哎，稳、准、狠。啊，牛！啊，可以啊，学到了呀。伍斯卡的鱼烤的还挺好吃的。还是说呀，菜头这小媳妇技术好，这烤的比咱们以前烤的强太多了。小半口啊，你说菜头啊？你的小情郎和队长拿地图去考察地形去了。老曹帮，把鱼给队长留2条。我也没多吃啊。够殷勤的呀！你怎么不说给菜头留2条呢？啊？菜头不是有媳妇吗？哎，你怎么不吃了？难道你也要留给队长？没胃口。就吃这么点儿？哎，吃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你不吃正好。那我呢，就给菜头和队长送去了。你这饭量也不行啊。卓言，王思茂那边查得怎么样？王思茂在上海的家境还不错，父亲开了一个小型的棉纺厂，但是搬到重庆之后，生意就落败了。他还有个妹妹，可是妹妹死于日军空袭，我觉得这就是他参军的原因。他的可能性很小。队长，我都看过了，
林子里边没有留下什么记号。内鬼不是曹国舅，难道是我们搞错了？要不我们再试试？不行，我们没有时间耽误了，必须要尽快找到那片刻字的树林，要在鬼子之前找到美国人隐藏的东西。但是队长，如果不把内鬼抓出来，下一个死的是谁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小分队里一定有内鬼。或许是我们搞错了。不会搞错的，一定有内鬼。那你说，内鬼是谁？这个长毛果然是一个风流人物，那跟他好过的那些烟花女子，那这实在是太多了。哎，我把36师附近那些能问的，我全都问了一遍，啥也没查到。所有查到的都是那些风月之事。哎，我就纳闷了，你说这么好色的一个男人，在床上都没有泄露机密，这说明个啥？这就说明，要不就是真的没有问题，要不就是个伪装高手。是，队长，我知道。你说的对，现在没有证据，所有人都是怀疑对象，长毛、军医、曹国舅、王思茂，包括我，都有嫌疑。不过曹国舅的嫌疑最大。队长，我觉得内鬼已经沉不住气了，很快他的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相信我。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哎，咋了？你不是说要给队长和菜头送鱼，怎么拿回来了？送什么鱼啊？给他们送鱼，还不如直接喂狗呢。吃什么吃？咋的了？哟，还有鱼呢，我来一个。吃你自己那份去。不是长毛，你怎么了？不吃了。行了，都吃完了，吃完了继续上路。你说这长毛也是啊，这排第一个当尖兵也不吭声提醒大家一声。您老这么大能耐，还用我提醒？长毛，我不就说你两句吗？说你两句怎么了？你是什么态度啊？天生地养，老子就这态度。怎么着？你是不是怀疑老子是内鬼？故意不提醒你们，给你们使坏？不是我说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脑子坏掉了？对，老子脑子就是坏掉了，才会把你这种龟儿子当成兄弟，还被自己的兄弟怀疑成内鬼。长毛，好好说清楚，谁是内鬼？你都已经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你、老草包、曹国舅，还有我，都是被队长和这个龟儿子怀疑的对象。队长，长毛说的是真的。队长，我们这些人加入小分队，把命都交在你手里。从进到这野人山，大家出生入死，你这人还不相信吗？你就相信他是吗？没想到你连自己兄弟都怀疑。我们都被怀疑了，你为什么不怀疑他呀？今晚
就在这儿休息吧。你修这破玩意儿干嘛？大姑娘养孩子吃力不讨好，就算你把这东西修出花来，也一样有人怀疑你是内鬼。是我让他修的，只有这样才能联系上外界，让军部重新审阅档案。我说过，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现在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长毛，你干嘛呀？好狗不挡道，把你腿挪开！这么大的地方，你非要从这儿走啊？你个龟儿子，老子矫情，老子乐意，你拿不拿开？行了，没事。走，你走。 对不起啊，我把事情搞砸了。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要不是我带你们来这里，也不会让这么多兄弟丢了性命。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应该已经当上新郎官了吧？我现在不怪你了，我也不后悔进了野人山。不就打鬼子吗？等打完鬼子，我就能和我未来老婆过平静的日子了。到时候想干嘛就干嘛。 想干嘛就干嘛，能有个人牵挂，真好。老左吧，帮我拿一下。哎呀，不是就是一个大姑娘，让你鼓捣到现在，那也该鼓捣出一大胖小子出来了。你咋还没修好呢？只要我把它修好了，就能证明我不是内鬼。嘿嘿，你要是修好了，那是你为了掩盖你内鬼身份而故意立功。 修不好呢，是为了你担心你内鬼的身份暴露而故意使坏。老草包，流丸止于欧鱼，流言止于智者。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只要你心里有鬼，看什么都是鬼。我要是把它修好了，发给军部一个电报，就知道到底谁是内鬼。我就受不了你这酸劲儿。你给我拿回来！叨，搞不好你就是内鬼。哼。 技术不行啊，还说不行啊！别找理由。嘘。哎，响了。来。哎，我咋又没动静了？嘘。
就这破电池他妈一直有问题。你可别摔呀，没了它咱就没盼头了。你这。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就是曹国舅。真的是曹国舅？大乔，仔细说说情况。昨天晚上啊，我到曹国舅家里面，家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啊，这房子可很长时间没人住过了。他邻居告诉我说，曹国舅父母早年双亡，现在有一妻一女。不过这母女俩呀，前一阵子突然间就不见了。邻居们猜测说，可能是曹国舅秘密的把他们接走了。不可能，36师那边完全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我也觉得奇怪，所以就细问了一下这母女俩失踪的日期，恰恰就是小分队出发前不久。那会不会是鬼子做的怪啊？不排除这种可能。鬼子用这母女俩做人质，要挟曹国舅做了奸细。我接着往下查，那首先就得知道这母女俩到底被他们藏在哪里了。腾冲日军牢房没听说有孩子呀？这我知道，所以我就到城东鬼子的据点侦查了一番，有一座大宅子，据说是一个姓单的大狱商的老宅，现在啊被鬼子占了，做了军需品仓库。有一个经常往里边送草料的老乡告诉我说，他曾经无意间发现过日本人押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进去过。那有可能真的是曹国舅的妻子和母啊？这么说来，曹国舅应该就是那件。你还活着？你是谁？你说你是谁？站住！站住！队长，枪声。哎，看头是曹舅呢。分头找。